到现在跑了26公里，快到，孩子们，孩子们，还到。还到，孩子们，还到，还到，孩子们，哎，大家伙早喽！9月7号星期六清晨4点41，这么早哈，看冻得硬邦邦的水。今天又是平田先生的早训练，但是他们5点45才集合。今天有3个组别，最快这组415到420跑15公里还是，但是以我的经验呢，可能会跑到4分13、4分12。但是今天最后应该会有补冲刺。为什么这么早出来呢？因为计划今天跑长一点，所以我自己先跑，然后5点45跟他们会合。今天就带了一个水，没带，连能量胶都没带，因为我觉得不用吃，就算今天跑30公里，也应该是我先跑10，比较慢，然后跟他们再跑15匀速，然后呢，最后我再跑回家，差不多就是30。今天的15应该就是不会像只跑15似的那么冲刺。行吧，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大阪城再见。已经出大阪城了，我把水搁在大阪城，绕着大阪城绕一圈。就刚才开头在楼下录像，啊，蚊子咬2个包。这刚起跑被咬包可难受了，你就不能挠，越挠越痒。今天的装备、队服，然后菲比特这条3分裤、3寸裤，对，然后 ASICS 的 Metaspeed Edge。光线应该不太好。现在我已经跑了马上4公里，5点03。我如果能先跑15公里，就跟他们跑完15公里，我坐地铁回去了。我估计我能先跑个12、3公里，这样我就跑回家。加油吧！5点48了。跑完15差不多7点多一点吧，然后再跑回家。最近穿 ASICS 和美津浓的小伙伴们变多了。哎呦，老爷爷又拿着鸽子绳来了，天天跟这儿喂。哎，干杯！等。
伙伴们，我们还有最后2公里多一点。田中先生在前面，大家在后面。我已经跑了24公里了，我追不上了。还到。到，还有1公里，上1公里3分39。你不行的时候，你就想，这是马拉松的最后1公里。但真不行了，想什么都不一定行了。还有600米，要是北马，这时候在景观大道了。所以那天我写那文章说北马的冲刺别太早，挺长的。300米，150米。100，
啊，到了，3分37。最后1公里3分37，到现在跑了26公里，还到，还到，还到。还到，没错，还到，没错。没错，后拿到，so strong， 还到，还可以啊，小伙伴们。最后2公里，一个339，一个337。ナイスラン、水沢さん。お疲れ様です。啊，ナイスラン。すごい。现在刚刚5点21，外边光线还挺暗的，看看天亮之前的大半程吧。今天跟大家聊聊跑4休1这个事儿，答应大家的。大阪半马昨天报名了，这次疏忽了。去年我都提前看好几号报名，提前上好闹钟。他是上午10点开始报，先到先得。昨天我想起来的时候已经中午1点了，吓我一跳，我以为不行了呢。上去一看，哎，还能报。明年的1月25号大阪半马，然后跑完可能第2天、第3天回北京过年。那时候大阪还挺冷的，中午12点起跑，它这时间就比较的，反正就是不太好吃饭，其他都还行。去年我跑了，大家可以看有视频，还有最后冲刺的视频呢。最后跑进体育场，像跑几休几这个事情没有定论，真的，只能说大部分的团队会按照1个星期为一个周期，这样的话他就不用自己再记一个事儿。那1个星期1个周期，我看大哥又在这儿，又起飞了。1个星期1个周期呢，就相对的容易记一些，对吧？然后好执行一些，而且呢，你的周末就可以安排固定的训练，因为不上班嘛，对吧？我呢，其实是这样，我原来呀没有固定的休息日，我刚开始跑步那几年，就月跑量100-200公里，那就是一想，哎，跑了几天了，今天有点累，今天就不跑了，就这样特随意。但是呢，我从开始跑步到现在，除了生病受伤以外，我从来没有连续休息过2天，就从来没有。就自从开始规律跑起来，大概从2014年10月开始，就再也没有连续歇过2天。哦，不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赛之后，原来的比赛之后，我都得歇2天或者3天。喝口水啊。现在也就基本上甚至都不歇。有小伙伴来了，5点24。Hello， 大家好。还有20分钟，我们集合。让你上飞豆。然后后来，我真正开始有规律的歇，就是3休1了。原来都是那种随意的休息，因为我其实工作一直不会说那种996那种，就我早晨起来有时间，所以我今天想跑就能跑。
跑3休1是为什么？那时候因为跟大家分享过几次，就是纽约马拉松回来，觉得自己我了不起了，302了，厉害了，高手了。但2019年302真的是我觉得还行了。然后说练呗，那努力练，再上一个台阶儿，就开始连着2天都跑20公里，然后第3天就累得要死要活的。后来就说得有一个固定的全休，那怎么休呢？那就第4天休息，就是练3天休息1天。那时候的节奏是20、20、14，然后全休1天。这个节奏大概坚持了有1年多，然后觉得都挺好的。然后后来呢，我想再增加一点跑量，因为那时候这样跑啊，也就是300多公里。我说我想400多公里，那怎么办呢？然后就给自己评估呗，因为这也已经习惯了，都将近1年了。当时具体是多长时间我不记得了，可能是不到1年，也可能是1年多。我说其实第4天早上起来，我再跑个14公里问题不大。那不如我们跑4天休1天怎么样？然后那时候就调整了。本田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刚调整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不适应，也挺好的，因为毕竟前2天都能连着跑2个20，你第3天、第4天跑14，有的时候是16，就觉得很轻松，就时间过得特快。然后就一直持续到现在，之后就没调整过节奏，只是调整过距离。就是后来就开始单次跑得多了，这样4休1又坚持了半年。那会儿想冲击500公里1个月，那怎么办呢？正好那个时候说前2天别20啊21吧，跑半马，半马跟20不一样嘛，就差那一点儿。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再加上那时候第3天或者是第4天会再加跑量，就加到5001个月。5001个月我坚持了1年，就每个月都是500以上。现在想想是挺不容易的，当然那1年也是没什么太多的事儿，比较规律。跟大家先分享这个过程，然后再说说我的逻辑，就是休息是为什么，或者为什么我没有1周这么休息，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就跑步训练这事儿是取舍，就是此消彼长。你想跑得多，你可能就跑不快；你想跑得快，你可能就跑得少。你得找一个怎么说呢，差不多的点吧。我就一直在探索这个差不多的点。因为我觉得像我现在每天的这个训练量和强度，如果我1周歇1天，我应该是就不能说顶不下来，也能顶下来，但是有可能我那6天的训练中有2天是效率很低的，就是你拖着特别累的身体。就像现在，如果我前3天练得特别狠，第4天其实就是混个跑量。混1天我觉得还行，如果这1周里混2天，可能自己也不开心，就是你又练了，又练得累，又不开心，然后呢状态又不好，还影响心情。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自己来判断，没有说跑几休几一定是对的。如果您学我跑4休1，但是呢您的单次强度又不够，就是您的单次强度是可以1周1休的，但是您一定要4天休1次，那反而就又不好对您的训练。怎么判断呢？就我刚才说的那感觉，就是你觉得你这1个周期里的最后1天跑得有点混，
那就把它当最后一天，我觉得就 OK。这也就是说，我在单次训练的强度和连续训练的日期上选择了前者，偏向前者。已经跑了9公里了，那差不多正合适，还有15分钟。偏向前者，因为我觉得单次距离的增加，单次强度的增加，对我马拉松成绩的提高帮助是最大的。也就是说，我现在一周跑，差不多130公里或者140公里。如果我4休1，每次的训练强度，我觉得能刺激到我，能对我的比赛有帮助。如果我6休1，可能就会其中有2天半甚至3天，那个强度只能算是维持我的状态。运动员们这么做的原因，或者专业的人这么做的原因是说，他就算6休1，他有3天是轻松跑，甚至4天是轻松跑，一般都是3天。他另外那3次强度能做到，因为要不然就是有队友带，要不然就有教练给定目标督促。就像我说的，我自己跑强度课也没有集体跑能达到那么大的强度和目标，那你就做不到该快快该慢慢，或者说你可能做不到该快快，那就不需要那么多的轻松跑。除非您能实现运动员那种训练，就是你的强度课强度又大又能顶住。比方说你跑3个5公里，4个4公里，或者4个3公里，那时候还有比方6个 1.4， 5个 1.6 这种，而且你还能顶住，你还得有这场地条件。那时候我就在北京的公路上跑，它有的时候不是我顶不住，是红绿灯顶不住。这些方方面面，你可能就还是那个28法则。到马拉松里，我觉得可能是19法则。你没有最后那10%，你可能就损失了一大半的效果。那我们就不如把每次都做的努力一点，然后休息也充分一点。那至于我休息日干什么？原来就是3休1的时候，真的就是全休。后来呢，有一段时间，我说那休息日早上起来也下楼溜达溜达，抻抻腿，踢踢腿。然后再后来，我说那休息日早上起来跑个2公里，从我们家跑到京广大厦，跑到那个财富中心，再跑回来，正好2公里。反正不长不短，溜溜腿。然后你们看，现在像昨天我跑了几乎8公里，6到8公里休息日，但是就是轻松随意。因为我现在的体感就是，如果今天我只跑14公里或者以下，我第2天呢起来以后的感觉就跟休息过似的，就挺好的。这就是我的观点，就对普通人，我只是说对我们普通人，就是您可能只能在公园或者在公路去训练的话，那又不可能每次强度课都有很合适的伙伴和很合适的强度。其实我现在你看跟着本田先生、田中先生他们冲，我是有很合适的伙伴的，但是呢总体的强度课的强度包括时间什么的是定的按照大众的标准定，大家都能完成，不耽误上班。这样的话呢，坦白说对我来说量稍微的少一点点，所以现在我才这么拼命的冲速度。如果您现在就已经是1周休1次了，并且您非常习惯这个节奏，就我给您的建议是，您可以在每周的强度课的时候检验一下自己，
问问自己说这次强度课是不是竭尽全力了？如果也是，那就这样就特别好。如果你现在还在找一个平衡的话，您可以试试，比方说，您像我这样选择单次训练强度大，然后呢，从3休1开始，或者从4休1开始，您看您能不能顶住？能顶住呢？您要是想再多跑，您考虑拉长，比方说5休1，或者1周1休都 OK。但是不能怎么做，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第一，不能连休2天，除了生病和受伤以外，马拉松连休2天就会有明显的，怎么说呢？那个这是连休2天之后，你会感觉有衰退，而且它没有连贯性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您是想跑马拉松比赛，不管是半马还是全马，至少2休1，您不能跑1休1，跑1休1也没有连贯性，就是你的训练得比休息多，行吧？说的够清楚吧？5点38准备集合了，跑了10.55公里，我再跑半公里，其实就可以先停表。9月7号星期六清晨7点18训练结束，30公里，整体的平均配速是4分39，最快1公里337，平均心率149，哇，最大心率冲到了183，平均步频202，最高222，平均步幅1.06米，垂直振幅4.8，1650千卡。看看单圈数据啊，因为前11公里和后4公里不算数，前11公里基本上都是5分多一点。之后我们开始起跑，一共跑了15公里，419、413、415、415、408、416、411、414、411、413、414、406、404，然后340、337。最后冷身几公里都在4分50到5分05，看我这一身，今天穿的是 Metaspeed H， 穿的普通短裤，你看就不能停，一停你看就都这汗就看这汗，你看我注意看我帽子这儿的汗，一会儿就往下流。哎呦，喝了一瓶水，又买了一瓶水。今天是累了，今天跟大家聊聊训练和休息。整体来说，马拉松训练就是这样，保证连贯性，这是第一位的。不管你一次跑多少，连贯性和跑量这2个就是第一梯队。这样这2项跑好了，就能保证您能顺利完赛，并且呢可以冲一个差不多的成绩，比方说330。说男性啊，然后如果是女性，可能再加15分钟左右。这2项是基础，然后呢，就是您选择你的训练方式。有的人是说，我能做到该慢慢该快快，我每周的强度课、长距离都做得特别好，轻松跑也做得特别好，就像专业运动员一样。当然，可能没有专业运动员强度那么大，那这是一种办法。但是我觉得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比较好执行的是我这种办法，就是你单次训练的强度或者长度大一点。我总说单次训练的长度对普通跑者的帮助特别大，增加单次训练的长度。好多频道的观众见到我的没见到我的跟我反馈都说，确实是感觉帮助比较大。增加单次训练的长度，那就意味着增加了整体强度，那你就可以，我不是1周1休，可能3天或者4天1休就 OK 了，好吗？今天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咱们还是直播间见，好不好？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开心的一个早晨，咱们下午再见。